张华买下你妈妈的家，在这儿开店，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妈妈是他第一个目标，他买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自己成为连环杀手的开始。放心吧，没事。连伤兵都出动了。他们说了，这叫轻伤不下火线，我觉得很认同。干活。行。把人都拍下来，别放过任何细节。那张华平时就住在2楼。哎，李队，我知道。你们可算来了，想累死我这个老同志啊！华华呢？我在这儿呢，师傅。赶快上来帮忙。好嘞。这张华平时看着这么热情，以为是个很爱生活的人，没想到住的地方这么冷冰冰。可能在他心里的家，已经随着他女儿的离世而消失了。关键证据在里边。4个12伏20安的电瓶，2个逆变器，10个平方的卷式铜线，4根超杆探针和整流电路。这一看啊，就是他的作案证据。但我们去哪儿抓人？问得好，林涛，问你个问题：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会跟进我们的网警同事，尽可能的详细汇总当年张雅欣在网络上的行为轨迹和当年的舆情情况，并列出重点人物。我怀疑啊，这就是一起以复仇为动机的连环杀人案，所以我们要尽快排查一切与张雅欣自杀相关的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藏在当年的网络当中。我表示同意。然后呢？无论对张雅欣表现出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排查。善意不重要，恶意才是重点。现在啊，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披着不同的马甲，各种不负责任的观点，甚至完全相悖的说法，都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口。也许是因为无聊，也许是想博人家的眼球，但最可恶的，就是假装善良，在接近张雅欣之后，再伤害。我说错了吗？有那么点潜质啊！我们先去一趟妈妈之前的单位，然后调查一下张雅欣出之前的状况。对的，这现实啊和网络叫相互印证、相互补足。咱们啊，先从这2点出发，分头行动吧。好啊，跟我走。是。可以吗？老赵，咱们走。走吧，走吧，走。护士长，就是这2位警官找你。你就是秦明？是，孙护士长你好，我现在是一名法医，郝之云是我的母亲。长这么高了，如果郝护士长还在的话，看到你这么出息了，当了法医，一定会很欣慰的。我们是想询问一下我母亲和她当年一位病人的情况。这个病人的名字叫张雅欣。这个病人是我和你母亲一块儿负责的，所以情况我很了解。那请问，当年张雅欣的病情和情绪已经逐步稳定了，后来为什么突然开始发生改变，以至于最后她选择自杀？当年大家都很爱护她，尤其是郝护士长，给予了她极大的关心和鼓励，还有一些来自网络上的陌生人的支持，都让她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是总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就开始无端端的攻击一个孩子。雅欣，该吃药了。我不吃。雅欣，我不听。雅欣，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让回来。雅欣，雅欣，是爸爸。我女儿最乖了，啊，
网上的事儿不要看，不要听。爸爸爱你。护士长没办法阻止那些网友的负面评论。那段时间，张华也在努力帮助张雅欣调整心理。但是孩子的心，就像是一道门，我们谁都进不去，除了那个人。黄甫雅俊这个名字我很清楚，因为有一段时间张雅欣一直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好久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了。黄甫雅俊，一个不知道真实姓名的网友，我还是有点担心啊。我们都不能做到让他那么开心，但是他做到了。不管对方是谁，我都该谢谢他。那我想请问，张雅欣的自杀和黄甫雅俊有关吗？不客气地说，黄甫雅俊不是他的救星，是害死他的毒药。走！你们都给我走！走！雅欣，怎么了？这孩子怎么了？张先生，你看一下吧。都是我的错。要是我不帮他注册账号，不把他的照片发到网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别这么说，当初你也是为了他好，可结果是恶的，是我造成的恶果，是我造成的恶果。那天，病人家属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干我们这行的，看到那种对我们医护人员充满恨意的眼神就很敏感，我记忆犹新。自那以后，病人的状态就不对劲儿了，他开始失眠、健忘，注意力也没有办法集中，恶化的精神状态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在经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经过检查，精神科刘大夫确诊，张雅欣得了重度抑郁症。张先生，明天的检查是这样安排的，我不想看我女儿从一个科室换到另一个科室，我想看我女儿康复出院。是，我女儿才16岁，她的病已经很重了，她本不该得抑郁症。我理解您，张先生。郝护士长已经尽力了，他本着医科医者仁心，也希望张雅欣能够振作起来。可结果呢？这不都是郝护士长造成的吗？他把我女儿送进了精神科，他让我女儿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张先生，您听我说，有人要跳楼！雅欣！雅欣！不能跳！雅欣，爸爸马上就上，你不能跳！千万不要跳！雅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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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雅欣！雅欣！雅欣，雅欣，林静，雅欣，患者也没有心跳活动了，可以宣布临床死亡了。护士长，护士长，医生已经宣布死亡了。护士长，护士长。后来办案警员调查时发现，张雅欣被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最后的抢救其实意义不大。医生是不可能眼睁睁地放弃一条生命的，只是没有想到给张华这么大的刺激。这么来看，张华使用电击行凶，目的性很明确。那女孩确实可怜，不能说是网络害死了她，只能说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候遇到了最糟糕的事儿。如果能挺过去呢，就是重生；挺不过去，就会被吞噬。林涛说的没错，最深的伤害往往披着善意的外衣。照目前的线索来看，这个叫做黄福雅俊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张华的下一个目标。希望我们来得及。坊间那边已经加班加点了，很快就会找到这个人。他做了错事，间接导致一个少女的死亡，我们还想尽办法的保护她，你觉得很讽刺，对不对？任何人都是不能逾越法律的，无论他把自己包装的有多正义。虽然我们在保护一个恶人，但我们更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让善良的人相信他，让坏的人畏惧他。经查，这是经过改造的电捕鱼设备，原理很简单，但杀伤性很强，基本验证了我们的推测。郝之云和学子的致死原因是电击。之前秦明坚持说刘斌案和电击杀手有关系，现在看来是有可能。这个张华现在失去了行踪，而且他的手机通讯录没有任何异常，所以我怀疑他现在正在使用另一台手机。而且是用别人身份注册的，很有可能是张华意识到自己露出了马脚，所以不敢回去取那些电击设备。这个张华现在就是个亡命之徒，可以说是极度危险。10年前，刘斌和学子都在网络上攻击过张雅欣，而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跟张雅欣有着关联性的联系，他们都出现在了凶手的死亡名单里。但我觉得，这个死亡名单应该不止这几个人。据知情人士秦大夫透露，这个黄福雅俊可能是死亡名单上的重要人物。那如果张华真的是电击杀手的话，他一定会找到这个人。李队现在正在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柳云，10年前，柳云和张雅欣是同班同学，就是他用黄福雅俊这个账号把张雅欣逼上了绝路。黄福雅俊是个女的，和张雅欣还是同班同学。可她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问问她就知道了。如果我们的推测没有错，她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你是什么人啊？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你还记得张雅欣吗？到底是什么人？张雅欣是我女儿。我女儿选择了那么痛苦的自杀方式，跳楼。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放过她。对不起，叔叔，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不懂事，我做错了，我早就知道我做错了。柳云，有些事儿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现在，你的时间到了。李队，怎么了？刚才接到个报警电话，定位是柳云家，但是没人说话。这感觉不对啊！叫急救车。哎。先生，我们是警察，听到我说话吗？齐明，赶快去确认一下有没有生命体征。什么情况？没有生命体征了。去查一下别的房间，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好。一会儿你们进去的时候确认一下是否人为断电。是。你看什么呢？看见这里和门口的血迹了吗？会不会凶手也受伤了？也许吧，要等血检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但还是别抱太大希望。能够在现场提取到凶手血迹的情况，基本上微乎其微。上来救人！赶紧叫救护车！上！快！还有呼吸。脚尖上有电流斑，是电击。走，小心点。来，稳着点。这应该不是人为断电，很有可能是吹风机导致的。我们只看见了遇害的柳云夫妇2人，但我记得资料上面有写，他们还有个女儿。房间内没有打斗的痕迹，凶手应该没有进过儿童房。如果凶手是张华的话，他以报复柳云为目的，那不进入儿童房，应该也算是合理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明张华就是凶手。是你告诉我的，做事不要先入为主。没想到这时候你比我还冷静。我一定会亲手把杀害我妈妈的人送进监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你一定会的。这能藏人的地方都搜遍了，难道凶手把小孩拐走了？找到了！哎，赵副队。什么情况？受害者，凶手应该就是咱们一直找的那个电击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这个受害者看着好眼熟啊！云享微电，那个 CEO。
嫌疑人在门外安置了无线摄像头，拍下了柳云的进门密码。哎，等一下，这家伙好像受伤了。当时你们都没注意这个情况吗？当时值班员正好去了趟厕所。李队，他上了高速辅路之后，行向了一条小道，现在我们也失去了他的行踪。然后呢？你别担心，还有机会。至少柳云没有当场毙命啊。希望柳云可以活下来吧。他醒了，立刻通知我。行，好了。哎，佳佳，看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还有没有喜欢吃的？哎，对了，啊，这个送给你。佳佳，你真的是太勇敢了，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保护自己。哎，那天，你为什么要躲在草丛里呀？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坏人有枪，妈妈说坏人很多，爸爸让我藏起来的。来，喝牛奶。你不用害怕啦，在这里很安全的。我妈妈呢？你妈妈不会有事的。那我爸爸呢？我刚刚呢查了佳佳的初步笔录，和刚才说的基本一致。陈晓东和柳云已经分居很久了，两个人轮流带孩子。在案发当天，刚好是陈晓东把佳佳送回柳云的家里，没想到一进门，家里一片漆黑。然后爸爸说有危险，让他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柳云。别钻牛角尖。那也说不定，柳云那会儿还没有从洗手间出来呢。是个思路。没错啊，而且这个思路顺畅，还不打架。我们呢，就多陪陪佳佳吧，毕竟还是个孩子，没缓过来呢。嗯，尸检就交给我吧。凌晨1点20，尸检开始。死者的前臂有明显的抵抗伤，以及因为搏斗造成的擦伤，还有磕碰伤。死者的胸腹腔存在多处软组织挫伤，伤口不深，没有伤及内脏，不足以致命。中腹部与胸口各有1处刀伤，而且都很深。腹部的刀伤刺中了脾脏，导致脾脏破裂而大出血；胸口的刀伤刺到了肺静脉，导致胸腔内大量积血。陈晓东应该与凶手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搏斗，但后来却因为伤口失血过多而倒地死亡的。至于凶器嘛，这不像是你们在现场发现的水果刀呀，这是什么鬼啊？隋柳云10年前以皇甫的身份
把张华的女儿逼上了绝路。10年以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电商大佬。准确的说呢，是落难大佬。而张华为了给自己女儿复仇，袭击了柳云。目前来看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经常去老张的餐厅吃饭，没想到平时看起来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居然是电击莲花杀人案的凶手。这叫什么？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啊！那我宁愿我们不存在。不存在，你就吃不到给你包的香蕉了。存在，存在，存在。佳佳呢？放心吧，他已经睡了。景队那边已经安排给他做心理辅导了。大家辛苦了，我们干活吧。我来说一下死者信息：陈晓东，45岁，龙帆市人，云享微店 CEO， 致死原因是失血过多而死亡。尸检报告我看过了，血验报告上说现场有3个人的血迹，陈晓东、柳云，还有凶手。水果刀上也有血迹，但陈晓东并不是被水果刀所伤。那我们就推测，水果刀上的血迹有可能是凶手的。我们的人已经到张华家去搜集检材了，来确认这个血迹是否属于张华。但是现场确实像是入室抢劫。据柳云说，他丢失了3万美金和3万人民币，因为丢失的是现金，性质很特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精确追踪。但现在最令我头疼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凶手的作案凶器。我们根据刀口的形态，可以推断出作案凶器应该是3棱刀具。3棱刀有很多种，用途不一，我们需要对凶器进行更准确的描述。我们在洗手间的浴缸里发现一个吹风机，有可能是吹风机漏电导致保护性跳闸。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我们推测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嫌疑人通过室外摄像头得知柳云当晚是一个人回的家，取得密码锁的密码之后，进入房间用3棱刀刺伤柳云，将失去反抗能力的他推进浴缸，把吹风机丢进浴缸之后，使其致电晕倒，而后进行偷盗。但由于跳闸，所以它的触电量变小，柳云没有长时间的昏迷。他爬出了浴缸，拨打了110求救，但由于失血量过多，所以还没有说话就晕倒了。陈晓东回到家里之后，与嫌疑人发生争执，用水果刀刺向了嫌疑人。嫌疑人用3棱刀刺伤了陈晓东，随后嫌疑人逃跑，陈晓东身亡。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入室抢劫伤人案。可是，陈晓东的体型比较健硕，张华会是他的对手吗？但是根据案发情况来看，确实比较像入室盗窃。现在我们失去了嫌疑人的行踪。所以柳云的口供就非常重要。我来介绍一下柳云的这个个人信息啊。柳云26岁，16岁的时候离开龙帆市到海外留学，认识了富2代老公陈晓东。陈晓东呢，当时就职于硅谷。6年前，2人回国创业，创立了云享微店。同年生下了女儿陈佳佳，夫妻2人事业如日中天，婚姻也很幸福。这个柳云的人生简历可以说是毫无瑕疵，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是，但事实上，或许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样光鲜亮丽。柳云事发前1周，云享微店的系统就出现了故障，3天前，页面无法登录。我联系了经济侦查科的同事，他们怀疑云享微店资金链出了问题，涉嫌违规操作，而且外界媒体也在怀疑，有可能是经济纠纷杀人案。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华的存在。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张华是凶手。但眼下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张华就是凶手。如果真的不是张华所为，答案应该只有柳云可以告诉我们了。刘女士，关于案件呢，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我女儿呢？她很安全，只是受到了惊吓。我丈夫呢？抱歉，只有抓到凶手，才能告慰死者，才能让您和女儿未来无忧。我们是在帮你，同时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那天我很害怕，他穿着雨衣，我看不出他的长相。您看一下，这个人跟凶手像不像？不像。那你见过这个人吗？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凶手行凶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吧？清明，怎么样？柳云开口没有？这就奇怪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应该配合我们才是啊。帮个忙，说。现在呢，只能从凶器上看看有没有突破口。你不是经常喜欢研究一些搏击还有冷兵器之类的？是挺了解的。从伤口上看，这个凶器应该是三棱刀吧？确实是三棱刀，可三棱刀的种类有很多啊。所以想请你帮我辨别一下，这个是哪一种？哎呀，我又不是法医，没法从伤口上推断出凶器是什么。不过，我有办法让凶器出现在你面前。主任，我们办公室终于有钱升级硬件了。你们部门哪有钱整这玩意儿？昨晚临时升级，林涛从家里带来了这台3D 打印机。我和他呀，就睡了3个小时，忙了一晚上，就为了做那个游戏建模。游戏建模？哎，这看上去像陈少东的伤处啊。所以啊，我们等于做了一个凶器的模子。这台3D 打印机可以完美的还原凶器啊。厉害啊！我们按照真实尸检的照片，在电脑中做3D 建模，这可以说是丝毫不差吧。伤口的空隙呢，就是这个刀子的形状。好了。这个刀不常见呀。少见就意味着独特，独特的物品总是好找的。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搜寻这种刀具，也许我们能推导出凶手的足迹。向李队汇报吧，包括在现场凶手的血迹。李队呢？配合经侦部门调查云享微店去了。来，过来看看。柳云的生意出大问题了。老铁们，我是小张，我们现在在云享微店总部，他现在遭数十人围堵。你们注意看这些评论，是吧？哎，警察跟群众推搡起来了。这些键盘侠可真是无孔不入啊！都什么局面，还在这胡说八道的？哎，柳云跟张雅欣曾在市高中就读。解铃还须系铃人。柳云不说，我们就让他说，破了案自然能堵住这些键盘侠的嘴了。现在这个张华虽然有嫌疑啊，但是这个现场同时有盗窃的情况，
也不排除是这个云享微店的受害者行的凶。反正现在咱们不用着急，李队不是去查了吗？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可疑人员。不能让李队一个人战斗，必须赶紧把案件调查清楚。你瞅啥呀？李队不是让你主持大局吗？快布置一下呀！好，这样吧，赵副队，麻烦你先拉开网找张华。是。我和环环负责摸柳云的底，特别是跟张华和张雅熙的关系上。至于凶器这一块，只好麻烦法医部门了。这样我们2条腿走路，最终会合2为1的。老板，哎，跟您问点事儿。这个人您见过吗？哦，我不认识。那这种刀您这儿有卖吗？这种刀并不常见的。确实，这种刀本来属于人工杀猪放血的。几年前这种刀的销量很好，这刀能干粗活，也能做细活，现在都是专业的人在玩了。总不能全都是屠宰场的人买吧？还有一些户外生存的体验者或者刀具爱好者爱玩这种刀具。就如果普通人操作的话，能够弄出这种平整又细小的创口，你觉得难度大吗？这个也有可能。那在你们这儿购买这种刀具的，应该都有登记吧？这个肯定，我们会定时送到派出所的。这属于管制刀具，一般人买不了。老板，哎，麻烦你一下，把在你们这儿买过这种管制道具的人的身份信息给我提供一下。好嘞，您稍等。哎，是不是想到什么了？我们得回去一趟。现在很多人都很少洗照片了，可我喜欢照片，喜欢相册，这种回忆，既看得见又摸得着。就是这个班上有2个学生啊，我永远也忘不掉，一个是张雅欣，另一个就是柳云。钟老师，张雅欣的事后来都传遍学校了吗？我们还组织学生去看望过张雅欣父亲。哎，钟老师，那柳云当时在班里是什么情况啊？柳云呐，她很漂亮，是校花，会唱歌，会跳舞，学习也好，全校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都毕业好几年了，还有很多人提起她呢。她是天生的明星，能成功理所当然。那柳云和张雅欣的关系怎么样？在张雅欣成为星星知我心之前，柳云是唯一和她说话的女生。哎，张雅欣来了，张雅欣来了。你看，让人蘸了番茄酱。这个拆班吧。雅欣，纸巾。后来柳云走到哪儿都会带上张雅欣。通过她的努力，同学们对张雅欣的交流也多了。张雅欣开始有了笑容。柳云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女孩，她长得美，心也美。除了张雅欣之外，柳云还有没有别的朋友？还有月月。柳云从小就是那样的女人，完美、善良，照顾弱势群体。她希望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好。钟老师说，你们之间是闺蜜呀？我们只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她从来都不缺闺蜜的。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她就会换一拨人，和以前的人呢就断绝了联系。看来你对她的评价不是很高啊。我太了解她了，她对别人好，只是想得到更多的赞美。她享受这种感觉。如果有人抢了她的风头，她就会暴露本性的。什么本性？嫉妒和冷血。听说咱们班出了一个网红哎，那个张雅欣，我看她在微博上发了很多关于她的自拍。同学们都商量着要去看张雅欣，要不要一起去？我晚上还要上钢琴课。自从张雅欣变成星星知我心后，她的人气可是嗖嗖窜呢。
网红的只是昙花一现。你和他关系这么好，没准你也会被他带火哟。我不想火。听说前2天有记者来咱们班采访，问张雅欣的事情。你怎么老问别人的事情？你太闲了吧？后来他上课总玩手机，我以为他是在默默地关注张雅欣。黄甫。 2个月后，网上爆出了张雅欣和黄甫的聊天记录，我才知道柳云做了什么。半年以后呢，柳云就被家里人送出国了，张雅欣的事情慢慢的也就没有人再提了。柳云回国之后，你跟她接触过吗？没有，我和他联系过几次，他总说自己没时间。后来我也明白了，人家可是身价上亿的大老板，没时间见我也倒是正常。但是跟几个混得好的高中同学倒是经常组局。唉，后来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只是不愿意见对他们有帮助的人，更不愿意见知道真相的人。我们一直认为这2个刀口是同一个凶器造成的，那必定也是同一个人造成的。伤口的深浅还有刺入的角度，我们也认为是在搏斗过程中造成的。没错。那既然普通人也能刺出这样的伤口，那有没有可能是2个不同的人分别刺向了沈晓东？你的意思是张华可能是有帮手的？还不能确定，不过目前没有依据可以排除。 2位，水果刀以及受害者家1楼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明包含张华的血液。这是报告。那证据确凿了。那也就是说，张华也受伤了。可如果只是以报复为目的，张华怎么可能会盗窃柳云家？这和之前几个案子的情况太不一样了，这肯定不对劲。 我去看一下他。家中失窃，柳云夫妇遇袭，行凶者究竟是不是云享微店受害者一员呢？这要等警方的答案。但据知情人透露，柳云夫妇平日生活铺张奢侈，长期挪用公司款项进行个人消费，已涉嫌违法。云享微店的前路一片暗淡，柳云是否会承担责任，我们拭目以待。 请进。我们是市刑警队的，我叫林涛。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我累了，需要休息。我们跟钟老师、月月都聊过了，这份谈话记录上记录着当年你跟张雅欣的状况。 编的，都10年了，我都记不得这些事情，他们能记得吗？黄甫雅俊这个账号你忘不了吧？刘小姐，行凶者有可能是连环杀人犯，他在报复伤害过张雅欣的网络暴力者，你应该是他名单中最重要的目标。不达目的他是不会罢休的，不抓到他，你跟你的女儿都会有危险。我们是来帮你的。 在家在吗？放心，孩子在这里很好，请家属不要担心啊。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你们能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吗？能。好。 你们想知道什么？谢谢。是不是有一种失落感？我只是觉得，张华不会做出盗窃财物这种事情。
张华已经被通缉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顺手牵羊的也是情理之中啊。也许是我想多了吧。你追寻一个目标太久了，倾注了大量的心力，现在锁定凶手是张华，这么轻松，你反倒不适应。没事的，会好起来的。我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遇到的沟沟坎坎多了，偶尔顺利一次反倒不踏实了。柳云一直没有说明那天晚上的情况，这是为什么？仅仅因为张华是凶手吗？还是说因为他不想当年网络霸凌张雅欣的事情被扒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另有一情。喂，好，我知道了。柳云已经开口了，也许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但愿吧。我们走访了柳云的老师和她的闺蜜，他们帮我们梳理了10年前柳云对张雅欣的心理变化轨迹。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从照顾到嫉妒，从嫉妒再到伤害。10几岁的女孩之间有秘密很正常，但是像柳云对张雅欣伤害那么深，还能毫无悔意的过这么多年，也是很少见。所以我们由此作为突破口，对柳云实施了压力，她才说出了真相。她说当天晚上她在浴室里泡澡，凶手进入浴室，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对她行凶。你什么人啊？啊，你要做什么？你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你误会了，我是来跟你讨一笔债的。是不是云想微店的项目啊？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骗你们钱的，我已经在解决了。你给我点时间。我的问题，钱解决不了。你要什么呀？我可以给你。你的命。他的说法跟安然的推测有相似的部分。这么看来，柳云中刀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迹了。可谁都没想到，死的人却是她丈夫。她不愿意多谈张雅欣，也没有督促她的丈夫，只要求我们保护好她的女儿。看样子，她心里只有她女儿。是的，这点很奇怪。伤害张雅欣的人都开始各自生活，他们都淡忘了曾经间接导致一个16岁小女孩的死亡，但只有张华忘不掉。他人的淡忘与冷漠推动张华心中复仇的怒火，以至于连柳云无辜的女儿他都不愿放过。斩草除根，可见张华的报复心。目前只有柳云母女是唯一的幸存者。如果张华知道他们还活着，是不会收手的。柳云的女儿目前是安全的，她在警队的医务室。不安全的人是柳云。李队，我建议提高柳云的保护级别。已经申请了。另外，柳云的口供也录好了，她打算休养2天，就把女儿带到北方去。现在我们有了她的口供和我们掌握的证据，
只要抓到张华，案子就算结案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杀害柳云丈夫陈晓东的凶手不是张华呢？不可能。以现在来看，证据确凿。有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刚刚得到确认，刀具店发来了消息，说购买3棱刀的顾客是陈晓东。什么？不是张华？可是按照柳云的证词，3棱刀是张华携带的。所以说柳云撒了谎，也许他认为购买3棱刀的人不少，认为我们不会不开调查吧。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总不会是忘记了吧？或许真相就藏在这把刀上。我们搜查过柳云家，没有找到那把刀。有2种可能，一呢是被张华带走了，2呢是有人藏匿了这把刀。我认为啊，在案件侦破之前，不能排除任何人的嫌疑，包括柳云。哎，李副总。哎，不好意思啊，让2位警官久等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小东又不在了，简直就是一团乱麻。他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我们今天来就是向您了解情况，因为听说您是他多年好友，又一起创业，那想必您对他应该有不少了解吧？哎，我们是一起留学的同学，算算认识也快10年了。他是一个户外生存爱好者吗？对啊，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就一起玩这个了，算是发烧友吧。那你们有没有学过在户外如何使用刀具？懂是懂一点，但也只是皮毛。毕竟我们玩的是户外运动，不是格斗。但小东这个人对刀具感兴趣，他喜欢收藏把玩。这种刀他有吗？3棱刀，他的最爱，每次出去玩户外他都带着。他就是喜欢这把刀的造型。哦，对了，他出事的当天也去参加了户外运动。陈晓东和他妻子柳云的关系怎么样？他们2个分居好久了，想离婚，各种事情缠绕着离不开。听小东说，他们正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2个人轮流带，但又谁都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对方，可以说是矛盾很深了。那关于柳云和他的云享微店，你了解多少？柳云这个人吧，小户人家出来的，为了钓上小东这个金龟婿，他真是煞费苦心了。当年柳云为了追求小东，还专门去学了攀岩。因为小东酷爱户外运动，她嫁给陈晓东以后，算是一步登天了。可是她又不甘心自己做个小女人，非要弄出点自己的事业来。结果弄什么都不行，回回都是小东给她收拾这个烂摊子。云享微店这个事儿啊，原本是小东的计划，结果被他偷走了，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哦，对不起，我失态了。跟小东，我是多年的好兄弟，他的离去，我始终都接受不了。上次他去攀岩，我还说过他福大命大呢。为什么说他福大命大？当时他的安全绳断了，差点就被摔死了，幸亏他反应快，抓住了树枝，才保了命。那次攀岩，柳云有去吗？有啊，当时给他吓坏了。这个云享微店本身是没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操作上。这个柳云太急于求成了，在这个资金没有完全注入的情况下，他就向个体和加盟商集资，到最后这资金他也没介入，就等于说他是用8个瓶盖盖10瓶水，没盖好漏了，玩大了。柳云呢，本来是想向陈晓东求助的，但是当时2个人在闹离婚和孩子纠纷的问题，所以他没答应。还有啊，这个云享微店开不下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陈晓东在幕后下的黑手。经过走访调查呢，可以确定陈晓东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案发当天呢，他有参加户外运动，并且携带了3棱刀。柳云当初为了接近他，也参与过户外运动这个圈子。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我相信张华是被反杀了，至于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这并不好判断。出手的人是陈晓东，这也就可以解释那些喷溅的血迹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是张华受伤时喷出来的。那陈晓东是谁杀的？你不是一向都喜欢大胆的假设吗？
陈晓东、张华、柳云，这也太离谱了吧！但这只是猜测，没有证词，也没有证据。饿不饿？要不要去吃点东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想想都后怕。我们一直找的凶手，原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吓死人了。抛开别的不说，他烧的菜确实是不错。那我做的饭就不好吃吗？迄今为止，你除了煮面也没做过别的。那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吃面？那还不是因为你想多见我几面？你怎么知道的？哎呀，那我以后学着做别的菜就好了。我们那么忙，干我们这行的哪有时间研究别的菜谱啊？我跟你说，如果张雅欣没死的话，老张是个很恋家的人，烧的一手好菜。如果老张没死的话，难道他会在那儿吗？你在这里等我。不行，我必须得跟你一起上去。我是说他有可能在这儿，不代表他一定在这儿，你不用担心。那也不行。好，那你跟着我。安法医、小秦法医都来了，还是你们两个聪明，知道在这儿能找到我。还没吃饭呢吧？要不先吃点东西，我简单弄2个菜，别嫌弃啊。放心，菜里没下毒，我先吃给你们看啊。祝2位警官事业有成，爱情顺利。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和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坐在一起。张华，对柳云行凶的人是你吗？要不是她老公突然冒出来，我就得手了。你的伤是不是被3棱刀伤的？那把刀在你手上吗？他捅了我一刀，我把刀抢过来，又捅了他一刀。你觉得我伤得这么重，还有心思跟他抢刀玩吗？能活着逃出来，就已经是我女儿在天上保佑了。陈晓东的致命伤有2刀。我逃走的时候，柳云还活着。你们以为柳云是个什么好东西吗？10年前，他就已经很擅长杀害别人了。你是说柳云和你女儿的事情？张雅欣得病之前，
跟其他同龄的女孩一样，活泼、可爱、漂亮。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孩子像我女儿那么爱笑。可是后来，她就不笑了，再后来，她就死在我面前。我在我女儿的遗物里找到了这个本子。我女儿是被网络的谩骂、侮辱逼死的，那些最伤害她的话，最伤害她的人，她都记在这个本上。女儿的心愿，当爹的得帮她了了。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经常梦见她的脸，她永远是16岁。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有时候满脸是血。我每次醒过来都泪流满面。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活着的唯一理由是惩罚这些凶手。你用私刑惩罚别人，这是犯法，你知道吗？一个父亲该做的必须做，我不能再让我女儿的悲剧再发生，我必须阻止他们继续作恶。那我母亲呢？我母亲又做错了什么？郝之云是造成我女儿跳楼的始作俑者。你到底对郝护士长做了什么？我的目标原本不是郝之云，是你，秦明。我听说我女儿自杀以后，郝护士长得了重度的抑郁症。我当时认为她是罪大恶极，她的病根本不能改变我的计划。我跟踪了秦明好几天，终于等他落了单，我正要下手，没想到秦明去找他妈了。那天，郝护士长正准备跳河自杀。妈，你下来啊！明明，妈，明明，妈，小心啊！你干什么救我？明明，你干什么呀，救我！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儿子下手吗？张雅欣的死是我造成的，她的命我来还。你放过我儿子，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我女儿死了，但是没人为她的死负责，也没人为她的死付出任何代价，这不公平。我女儿不能白白冤死吧？郝护士长，你刚才也说了，我女儿的死与你有关，所以杀了你理所当然。你可以杀了我，放过我儿子。我还没说完，我杀了你很简单，但我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我只想给我女儿讨回公道。杀你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你体会我的痛苦。这世上有一种痛比死还难受，那些没有经历过丧子之痛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你我都是为人父母的人，我的痛你也该体会体会。当然，还有那些网络暴民，我也不会让他们死得那么容易。张华，我绝对
不会让你再碰我儿子。如果你一意孤行，今天晚上只有2个结果：我死，或者你死。一旦你杀不了我，让我跑了，你的复仇计划到此结束，我跟你鱼死网破。你未见得有胜算。你还有一个选择：杀了我，放过我儿子。你不怕我反悔吗？我知道你是一个明事理、重情义的好父亲，我也相信张雅欣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看着你所做的一切，他绝对不会让你杀我儿子，他也绝对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滥杀无辜的杀人狂魔。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就知道了。你死之后，我会把你扔到河里，把你伪装成溺水自杀。你儿子为了救你，也落水了，但最终上岸又活过来。我能保你儿子一条命，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程强，你真的信我吗？我以母亲的名义去死，你以父亲的名义杀我。我赌的不是你受不受信用，我赌的是我们都是这个世上最爱我们孩子的父母。准备好了吗？妈妈爱你。动手吧。我承认，郝护士长是个好母亲，伟大的母亲。但是这不能抵她的罪。我妈妈没有想要害死你女儿，她只不过是想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可结果呢？我女儿跳楼了。她那么小，她本来就已经被癌症折磨的皮包骨头了，她都那样了，他们还不放过她，用那么强的电流电她。那些自诩善良的医生还不让她安宁。这段视频你应该没有看过吧？我们的小美女太好看啦！成功耶！这有什么用？他已经死了。这一刀太深了，我活不了了。可惜没把柳云杀了，你
你们很想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吧？恐怕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先别说话，保存体力，叫救护车。你为什么要救我？如果我不救你的话，我就会变成和你一样的人。你以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需承认，你母亲是我杀的，还有那些被我杀的人。我罪大恶极，你现在恨不得马上把我弄死吧？啊！来，我不反抗。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如果张雅欣知道她最爱的父亲做了这样的事，她永远不会再开心。你的计划是成功的，我没有。现在什么情况？我们赶到张华家里的时候，他已经受了重伤，一直在强忍着。这么看来的话，秦明的判断是对的，张华在柳云家里受到了袭击。陈晓东命案的具体情况，他说了吗？说了，张华指认了柳云，不过除了他的口供之外，我们还需要物证。凶器是3龙刀，但应该不在张华手上。没想到啊，原本我们奋力想救的柳云，居然极有可能是另一个凶手。如果说柳云真的是杀害陈晓东的凶手的话，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凶器应该会藏在家里，或者丢到附近。明白了，就算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把刀。好，老赵，你跟他去一趟。放心吧。对不起啊，妈妈不应该离开你的，宝贝儿。我没事，警察阿姨经常给我买好吃的，给我讲故事，他们对我可好了。谢谢你们，刘女士。杀害你丈夫的凶手张华，我们已经成功抓获。但奇怪的是，他一直在说，凶手另有其人。另有其人？嗯，那就奇怪了。那张华他现在怎么样啊？看样子他也受了很重的伤，目前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危险，相信很快就会醒过来。放心吧，等他醒了之后，一定会真相大白。柳云女士，你被逮捕了。
齐明，柳云已经抓到了。张华已经指证你了，你这样扛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记得我刚遇见小东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我发了疯一样要出国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遇见他这样的男人吗？他这样的男人，有钱的富二代，就是你们这种女人的目标。我们这种人，那人有目标有错吗？没有吧。我为了融入他的圈子，拼命学习攀岩，我玩户外，我这腿还骨折过2次呢。不过也没关系啊，只要可以得到他，我什么都愿意做。就是为了得到你理想的生活。难道这样也有错吗？你已婚，有一个女儿，按理说你应该知足了。为什么要杀害你丈夫？云享微店这个项目，它绝对是一个好项目，只要做成了是要挣大钱的。只要小东他愿意支持我。小东，小东，你看在我们是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再帮我这一回，好吗？把这个项目还给我，把公司关了，我只能帮到这个份上。我承认，是我偷了你的项目书，我私下联系了你的合作伙伴，我甚至想要甩掉你，可是我这么做是有我的苦衷的，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受够了，无论是你这个烂摊子，还是我们的婚姻，我都受够了。你看，这就是男人，不光见死不救，他还要跟我离婚。然后你就把他杀了。你有证据吗？那天晚上我们说好了，要谈离婚的条件，我要的不多，帮我度过资金上的难关，我马上跟他办手续离婚，孩子也可以归他。他答应了吗？你觉得呢？确认有他们3人指纹。明白。柳云女士，我们在你们家楼梯侧墙的画框后，发现了这枚凶器。找到了。我去，藏得挺深的嘛。经过我们验证，这上面有你、陈晓东、张华的指纹。所以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就说明这把刀归陈晓东所有，并不是张华携带，这是你说的第一个谎言。结合这一点，还有张华的证词，张华只是电击了你，并没有击伤你，这是你第2个谎言。这把凶器上有你的指纹，这是你第3个谎言。人证物证都在，所以是你刺伤了张华。不是，不是我，是小东。要不是他，我早就死在张华手里。
佳佳，快去那边躲起来，听话。快抱！电话在包里，抱起，抱起。好，抱紧。小东，咱们现在不能报警啊！为什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那个项目的加盟商。这个事情要是传出去了，这项目就完了。你有病！都搞到这个阶段，你要想一个破项目。你别激动，小东。小东，你就再帮我一次，就一次，好不好？我发誓，我绝对可以把局面给救回来的。到时候我翻倍报答你，啊，10倍，我翻10倍报答你。10倍。柳云，你到底哪来这些自信？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这个脑子就在家做做饭、接送孩子就够了，你偏偏要去做生意，啊！事到如今，人祸上门，我去到你这倒了8辈子了。要不是你目光短浅，云享微店这个项目早就赚翻了。就你。事到如今，我和你走到这一步，我仁至义尽。而陈晓东以后再也不会给你1分钱，因为你就是一个废物。你一定要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何炅师姐告诉你，有我在。这个项目就永远成不了。你确实是个疯子，就因为这个，杀了自己的丈夫。他自己都说了，只要他在，这个项目就成不了。然后呢？那我怎么办呀？
我会被套在其中，永远翻不了身。我的这种痛苦，不是你们这种人可以理解的。好，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吧。如果他不答应我的条件，那么无论如何他都得死。我尝试过，有一次野外攀岩，我切断过他的安全绳。可是他这个人命大，没死成。所以我就想，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呗。是他自己没有珍惜。你说的没错，小东。只要有你在，这个项目它就成不了。我看到他断气之后，我就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翻出来，想着把他都带走。可是我又怕我做多错多，你们怀疑我，所以我说我丢失的是人民币和美金，现钞嘛，总不好查了吧？总之，就是要制造一个家中侍妾的假象。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凶手行凶的假象。而这个时候，张华出现了，那不正好吗？他当了替罪羊。那时候我还在想呢，只要你们找不到这个凶器，你们就没有实证。接下来，不管你们认为凶手是张华也好，偷盗者也好，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你好，这里是120报警中心。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女士？你好。当时你女儿还在家里吧？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么做，对你女儿心里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女儿好。你想想呀，我以后要是一无所有了，她还能跟我过好日子吗？陈晓东他已经死了，我女儿现在唯一剩下可以依靠的人，只有我。不过孩子忘性很大的，不会有事。为什么把家里伪装成室内失窃的样子？一个正在创业的女人，虽然在经营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也不至于被愤怒的客户入室抢劫、持刀伤害吧？更何况，她刚刚走过了鬼门关，还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偏偏在这个时候，她又重新撑起了云享微店，该还钱还钱，该扩张扩张。网络会同情我，会说柳云很可怜，可是她坚强、守信，这就是反转，这就是网络的力量。你倒是深谙其道。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张雅欣那件事情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股力量是多可怕。其实说实话，这么多年前的事儿都能给你们翻出来，你们还是挺厉害的。最后一个问题，对张雅欣有过忏悔吗？没有，她只是我身边的一个跟屁虫，凭什么在网上走红呢？她配吗？我只是把她打回原形罢了。至于她后面的脆弱，她自杀，这些是她自己的选择。柳云女士，你作为一名母亲，我替你感到羞愧。
贵大。柳玉的案子已经破了，张华也抓到了，这么说来，可以结案了。还差最后一步。李队，对张华的审问，我申请参与。让他心服口服。我就知道你会来审我。难道我不是你心里的最佳人选吗？是你给我输的血吧？谢谢了。看见你接受法律的制裁，要比看见你死在手术台上，让我高兴得多。我昏迷的时候真的看见雅欣了，她托我给你道歉。看来是个久违的好梦了。无论如何，我也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作为郝之云的儿子，你女儿的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接受。秦明，你不是来跟我叙旧的吧？张华，你用人工改造的电击设备电击致死了郝之云，还有学子，又试图利用漏电事故杀害柳云。前两个案子电击死的致死原理，电击棒两极接触受害者双侧皮肤，上皮细胞出现栅栏型的改变，呈现电击伤的状态。我猜你一定非常清楚这样的特征，才会挖去死者双臂上的皮肤。我在猪身上做过实验，该杀的人没杀完，我不能轻易被你们抓住。郝之云案，尸体从水中捞出来的时候，呈现指甲紫青，口鼻处有蕈状泡沫、玫瑰齿、抓握等溺死痕迹。尸体上出现了多处被水生鱼虾所啃食的痕迹。当时的法医认为，背部上缺失的皮肤同样是被水中的动物所吞噬的。可由于伤口较深，法医还是有些许怀疑。由于死者家属当时强烈反对对尸体进行解剖，再加上法医中心当时还不具备病理学检验的能力，所以最终没有办法结案。算我运气好。学子案，尸体已呈现白骨化的形态，但我们在衣服上还是发现了明显的烧灼痕迹。通过电镜检验，发现衣服上有合金颗粒，我们觉得是电击棒合金颗粒溶解所导致的。你的女儿跳楼自杀，被电击治疗无效而宣布死亡，所以你用电击的方式来报复他们。厉害。还有一点，所谓的连环凶手签名事件、删除键，通过这一点，我们想到要把案件串联在一起的思路。学子案的尸体已呈现白骨化，所以我们想到了郝之云。当年老法医心存疑虑，所以保留了郝之云肩膀皮肤周围的样本。最终，我们在保存的皮肤上发现了上皮细胞组织栅栏型的改变，呈现出电击伤的状态。于是我们找到了这3个人的交集点，也就是你的女儿张雅欣。通过调查张雅欣的死因以及平生过往，我们初步判断你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当年的黄甫雅俊，所以我们找到了柳云，也就找到了你。刘斌呢？怎么做到的？我看到他落水后，爬上岸，瘫在了草地上。我原本想电击他，没想到他又跳到河里了。他本来是想游到对岸逃生的，可你并没有想要放过他。你把电击棒渗入水中，最终导致他在水中昏厥而亡，并往水里扔了一个删除键。秦明，你确实太厉害了。当年的网络暴力压垮了你女儿的精神世界，于是你在死者的手上放入了键盘上的删除键，表示清楚你认为杀人于无形的键盘侠。事到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说的我心服口服，我认罪。
秦明，你母亲要是还活着，一定会为你骄傲的。我知道。